老师，明天立案的材料哦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我刚才给罗琦姐打了个电话，他怎么说？我就问他说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见面，他说最近估计都没有时间可以见面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问题总归要解决啊。以后你做什么事情之前，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？您之前不是跟我说我不用事事都跟您汇报的吗？我懂了，罗老师，我现在就打算到龙科律所去找罗琦女士的律师好好聊一下，可以吗？你不用事事向我汇报。坐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完全可以理解啊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马龙很快就要跟我们签约了。好啊，恭喜你，又签到了一个大客户。哎，不，还没有签到，没有签到，只是意向。啊，有件事儿啊，我必须要得到你的许可。什么事儿？我想呢，明天借用一下黛西。干嘛？马龙对黛西印象深刻。不，我重新组织语言啊！你不要误会这事儿。我没有误会。你一定是误会了。真的，我并没有误会。眼睛，啊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你的眼睛告诉了我你误会了。事实是，你刚才只说了一句，马龙对黛西印象深刻。对，就是字面的意思，印象深刻。我也是这么理解的，字面意思印象深刻。那就好。坐。这个马龙啊，你不了解他。哦，确实不了解。他呢，他很挑剔，而且很难讨好的一个人。你们俩很相似。我跟他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很相近。对，他是挑剔，我是严谨。我同意。马龙呢，始终认为他的律师应该是一个懂游戏的人，不光是懂游戏，还要是一个游戏高手。我就为了他啊，我在游戏上花了很多的时间，但是呢，我的游戏造诣始终离他的要求吧，还差那么一段距离。可是黛西呢，黛西她是个游戏高手啊，所以我就想明天我带着她一起去。这样，你就跟黛西说，我同意了，但是她自己愿意不愿意，我也不能强迫她。另外就是时间问题，明天她要拿着这些材料到法院去立案。不，立案谁去都可以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自己陪着客户去立案？不，正马，我让我的助理去啊。他对知识产权这块并不是太熟。正忙，这是他的专业。他的博士导师曾经起草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》。正马，拿着去立案，明天。立什么案呀？自己看啊，材料都在这儿呢。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问我，问黛西，或者是问罗律。去吧。去呀！何不？搞定了。可是何律，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们实习的时候，枫叶也是这么对待我们的。如果一个助理连到法院去立个案都搞不定，那他就不要干这行了。可是现在黛西不在，只要你同意了就好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配合的，我会麻烦你。我不会嫌麻烦。谢谢。谢谢。
真有什么事要麻烦我吗？暂时没有。我不承诺帮法律框架之外的忙。那当然。谢谢。丽娜，你跟黛西说啊，说我找他，是罗宾让我找他。他回来之后，赶紧去我办公室，或者给我打电话也可以啊，一定一定。对，我同意的。你们俩什么情况？我是说你跟何塞，很明显吗？太明显了，除非我眼瞎。我只是听从了你的建议而已。哪一条？友善。你说何塞是个好人，我们俩应该彼此友善。一定有别的原因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何塞的表妹是季玉的未婚妻，何塞应该还不知道啊。他早晚会知道的。他跟他表妹的关系好吗？他反正知道你姐姐要把他表妹介绍给你，结果你没有去见，这也是你们俩关系微妙的原因之一。蓉蓉当时本来是想让我介绍你给她当男朋友，结果我拒绝了，所以她才找的罗琦。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以为你知道，他一开始找的是何塞，何塞把他推给了我。